目前啦 ，AI 啊，它到底具不具备一个画家式的算法？从现在的角度来看。Hey yo guys, welcome to Paintable， 这是关于绘画以及画家的频道，我是画家杨力。这一期呢，我们频道呢会改变以往那个猖狂的自以为是的风格，因为这一期我们要讨论一个非常难的题目。我也是请到了2位大神作为我的知识策划，一位是陈宇昌老师，另外一位是远在巴黎的喷汀曼。反正聊到最后，我们都还是觉得这有点像是科幻小说啦。我们现在聊什么？就是 AI 到底有一天会不会取代或超越人类画家？怎么样？课题屌不屌？大不大？这一期一定会红。我相信啊，其实大家的心目当中，对于 AI 应该都会是有一点点恐惧的，如同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个阿法狗一样，人类觉得怎么可能啊？你怎么可能赢我们？突然之间，这个3下5除2，我们人类战士棋手已经倒在了地上，它会不会发生在我们的绘画界里面？会不会靠北我绘画独立里面讲的什么绘画危机第4次就要来临？探讨这个问题哈，我们先从今天会不会来讲这件事情，因为未来无可限量，有一天 AI 成神了，我都觉得不是不可能。谈今天的 AI 啊，我们大概是以阿法狗那台 AI， 第一次的时候，阿法狗它是用人类给它的棋谱，把每一张的胜率拍照。今天棋局当中出现的时候，它立刻从它资料库中调出来它的胜率。到了第2代阿法狗的时候比较可怕，它是直接跟阿法狗讲游戏规则，就围棋规则。阿法狗在1小时内下了10万次，这个10万次是什么概念？人类的职业棋手穷尽一生都很难下到这个数字，1小时内就已经具备了吊打人类棋手的能力。以目前现行的 AI 来说，有3种东西是最重要的：资料库、算力跟算法。从前2者，就是资料库跟算力来说，我们真的是会打输 AI。毕竟嘛，你就花了很多钱去做，它后面的这些机器的这个硬体能力肯定是很强的。资料库。各位 ，AI 它有多少网络上的图？我自己画画，我自己画的是画家，我这一辈子看过的图像都没有 AI 这么多，所以 AI 资料库更加不用说。但是算法这一块，就相当于这个游戏规则这一块，这个倒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。目前啦 ，AI 啊，它到底具不具备一个画家式的算法？从现在的角度来看，还不具备。我们现在每次看 AI 的时候，大部分 AI 都是生图 ，Midjourney 还是什么软体，就是你给它一个文字叙述，甚至你可以风格指定，最后它帮你算出一张图。这样子的功能，本质上其实离真正画家在讨论的那个绘画，其实还差很远。我们现在看到大多数 AI 的一个功能，其实停留在图像生成。图像跟绘画有什么不一样？在人类历史最刚开始发展的时候，图像这件事情是被画家所垄断。那个时代，你看到所有图像，有且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来自一个愿意画画的人。可是呢，到了后面的时代，比如说摄影术出现，包括近期 PS 电脑出现，产生图像这个特权就不仅仅是被握在画家手上，只要手上有一只手机，咔嚓一拍，图像生成，加个美图秀秀，又出现一个图像，进 PS 进 AI， 再怎么样变成一个封面，又是一个图像。所以图像在这个年代不是为画家所单纯占有，在摄影术之后，它开始分开来。图像这件事情，它最大的功能是为了在2D 平面上产生一个能让人辨识的东西。比如说，我们看到这一张当中有个瓶子，有个杯子，天上飞过一只鸟，地上的一只是蛇。AI 目前所生成的图像，其实功能大量的指向辨识，但是绘画只是辨识吗？绘画也会运用所谓的 figure 形体。画家在运用这个形体的时候，我们有远远超过于只是让你辨识的这样子的一个意图。比如说，我们在看一个画山水的人画一棵树，我们本质上在欣赏他的这支笔是怎么在这棵树上面形成一些节奏，怎么用这些节奏大小的笔触把这整棵树构建起来。其实我们在当中还看得到思考。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图像本质上是在传达，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传达的这个意图。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图像，某种上我们要一出来就可以让你懂它是什么。可是绘画真的只是为了让你懂吗？有时候有些绘画，它会去制造一个你意识上的一种断裂。比如我朋友江哲，他之前就有讲过，他喜欢谈认知环闭合的问题。其实绘画当中大量有这种认知环让你无法闭合的地方，也是这种缝隙让你产生了欣赏当中的奇异点。他觉得哦，这个东西好刺激哦。他做出来的图像不是单纯只是一个让你有记忆点，让你知道他要传达什么的一种类似像广告图文一样的东西。画家有时候要传达的那张画面，他做出来那张画面本身
甚至是让你思考以及无法忘掉，你不知道他画什么，你都无法忘掉的这种东西。这就是图像跟绘画两个从目的上诞生出来一些不同的差别。还有第三个一个点是什么 ？AI 它那个图真的是生出来、跳出来，biang一下，然后这张图就被算好。可是人类在绘画的过程当中，绘画第一个它有肉身，就我们借由涂色法、颜料、画布形成一张我们物质上可以看到的一张画面。而这个画面，我们人类是不可能让它突然就变这样的。就你所有东西都有个涂色过程嘛，你有起稿，起稿完之后填色，填色完之后觉得这个填色不行，又刮掉，又重新起，它有好多这种过程的叠加，而这过程的叠加本身都蕴含思考上的犹豫、明快，各种不同的决定。目前我们所看到 AI 所生成的图像，它本质上跟人类的那个绘画的这个流程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AI 有什么东西是比我们人类在现在这个领域更加擅长的 ？AI 就适合做广告。如果我们对这个广告它没有一个高等级的幽默要求啊，很高品质的什么 ，AI 它是可以替代的。甚至还有什么设计？对，我不是说 AI 可以替代所有设计不是说所有设计师都可以失业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如果我们要做到一个最低要求、达到功能的这件事情的话 ，AI 是可以做到。其实讲 AI 有时候讲太远。之前我跟嘉庆，因为我们要上那个沙龙，那我们就会做 PPT， 结果我到了嘉庆那边才知道，我靠，原来他为什么排版都这么美？我以为是嘉庆的美感素养特别好，每天在我们看不到的背后辛勤努力的工作，汗水累积，最后把排版排这么好，就发现干他有一个那个 PowerPoint 的那个排版模式，它按下去所有东西就自动排这么好。所以其实这说明什么？应付大多数人的不管讲的美感要求、设计要求、表达要求 ，AI 跟机器在这件事情上做的其实比人类更强。人类的绘画，它往往是走在人类意识最前缘，它不仅象征着小众，也象征着它是一个很深层次的思考。应该说这两个互为因果了。因为这样子的关系，这是 AI 目前没有办法去触及的事情。这也是为什么在现阶段 AI 无法超越人类，但它并不是无法，而是它的训练方向根本就错了。因为如果我们要让 AI 做事情，我们必须要给它一个原则，给它一个算法。可是你们人类自己都对绘画没有一种原则性的了解，你要怎么样让我 AI 有啦？问一个画家什么是绘画，大家都还是一问三不知，甚至没有什么洞见，没有办法汇集想法的时候 ，AI 根本就没有办法累积这个东西。那围棋，人类对它的了解虽然没有到全盘了解，但至少人类知道什么是围棋规则，而这一个围棋规则本身就是那一个原则性，而这个原则性就是构筑成那个算法的重要的东西。在人类没有了解绘画之前，我不觉得 AI 可以比我们先一步了解它。我有时候觉得说很多人看到 AI 画了几张画，然后就在网络上大声嚷嚷说：“你看，画家不用混了 ，AI 超越人类画家了。”等等这样的话语。我每听到这边的时候，我就觉得 AI 的确有它存在的必要，因为它存在的必要就是为了甄别出有些人可能比 AI 还笨。OK， 所以讲到这一期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就目前这种培训方式来说，我们是很难创造一台真正会画画的 AI。我必须问各位一个问题：人类到底要如何知道 AI 超越人类了呢？各位不妨想想看，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。OK， 这里是 Pendiverse 一个关于绘画以及画家的频道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